咱們今天聊點硬核的量子計算。別慌，我保證不會用那種讓你昏昏欲睡的教科書語言，咱們就像朋友聊天一樣，把這件事說清楚。先說個有意思的事，1980年的某一天，在美國阿贡國家實驗室，一個叫保羅·貝尼奧夫的物理學家突然冒出個想法，能不能用量子力學來做計算機？要知道，那會兒個人電腦剛開始流行，大家還在為 512KB 內存歡呼雀躍呢。這個想法當時聽起來簡直像是科幻小說，但貝尼奧夫認真寫了篇論文，描述了圖靈機的量子力學模型。這篇論文1979年6月提交，1980年4月發表，成了量子計算的起點。然後到了1981年5月，麻省理工學院搞了個計算物理學會議 ，IBM 和 MIT 聯合贊助的。在這個會議上出現了一個大人物，理查德·費曼，就是那個因為量子電動力學拿了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費曼在會上說了句很厲害的話，大意是：你想模擬量子系統用傳統計算機，那可能得算到天荒地老。要不咱們乾脆用量子系統本身來做計算機。這話一出，整個領域就炸了。費曼後來在1982年把這個想法寫成論文發表，標題就叫《用計算機模擬物理》。但說實話，在整個80年代，量子計算基本都停留在理論階段。大家畫畫公式，推推方程，但沒人知道這玩意兒到底能幹啥用。直到1994年，轉折點來了。1994年，一個叫彼得·休爾的科學家提出了著名的 Shor 算法，量子质因数分解算法。這個算法一出來，全世界都慌了。為啥？因為現在銀行網絡用的 RSA 加密算法，它的安全性就是建立在大数质因数分解特別難這個基礎上的。傳統計算機要破解一個1024位的密鑰，可能得算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但休爾證明一台40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能在很短時間內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這下可好，各國政府和科技巨頭突然意識到，量子計算不僅僅是個理論遊戲，它可能會顛覆整個信息安全體系。1996年，另一個重要算法出現了——格羅夫搜索算法。這個算法解決的是數據庫搜索問題。傳統計算機在 n 個數據裡找一個目標，平均得看 NA2 次。格羅夫算法呢，只需要根號 n 次。聽起來提升不大，那你想想，如果數據庫有100萬條記錄，傳統方法平均要看50萬條，量子方法只需要1000條。這可不是一點點提升，這是質的飛躍。好，說到這兒，可能有人要問了，量子計算到底是怎麼做到這麼快的？這就得說說它的核心原理：量子疊加和量子糾纏。傳統計算機用的是比特，一個比特要麼是0，要麼是1，就像電燈開關，只有開和關兩種狀態。但量子比特不一樣，它可以同時是0和1。你可能覺得這不符合常識，確實不符合，這就是量子力學的詭異之處。有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叫薛定諤的貓。你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個裝置，這個裝置有50%的概率釋放毒氣。在你打開盒子之前，根據量子力學，這隻貓同時處於活着和死了兩種狀態的疊加。只有當你打開盒子觀測的那一刻，它才會坍縮成確定的一種狀態。量子比特就是這樣，它在被測量之前，同時包含多種可能性。這意味着什麼？一個量子比特能同時代表0和1兩種狀態。2個量子比特能同時代表00、01、10、11四種狀態。3個量子比特是8種，4個是16種，以此類推。40個量子比特能同時代表2的40次方，也就是1萬多一種狀態。這就是量子計算機能並行處理的秘密。它不是一個一個算，而是把所有可能性同時算一遍。但光有疊加還不夠，還得有糾纏。量子糾纏更詭異，愛因斯坦當年把它叫做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因為他也搞不懂。簡單說就是2個量子一旦糾纏在一起，不管它們相隔多遠，對其中一個的操作會瞬間影響另一個。1935年，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和羅森提出了著名的 EPR 佯謬，就是想用這個來質疑量子力學的完整性。但後來的實驗一次次證明，量子糾纏是真實存在的。2017年，中國的墨子號量子衛星做了個實驗，在相距1200多公里的青海德令哈站和雲南麗江站之間建立了量子糾纏。
要知道，如果用傳統光纖傳輸這種糾纏，需要3萬年，但通過衛星，每秒能建立一對糾纏光子，這就是糾纏的力量。說完原理，咱們回到競賽本身。進入21世紀，量子計算真正從理論走向實驗。2001年 ，IBM 造出了第一台包含7個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2011年，加拿大的递減 Wave 公司推出了第一個商用量子計算機递減 Wave One。雖然它用的是量子退火技術，不算通用量子計算機，但畢竟是個開始。中國這邊也沒閒着。2017年5月，中科院宣布造出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經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機，實現了10個量子比特的糾纏。這一台原型機的玻色取樣速度比之前國際同行的實驗快了至少 2.4 萬倍。別小看這個數字，這意味着中國在光量子計算這條技術路線上已經處於國際領先水平。但真正引爆全球關注的是2019年10月的那場大戲。谷歌突然宣布，他們用一台53量子比特的量子計算機 Sycamore 實現了量子霸權。什麼叫量子霸權？就是量子計算機能做傳統計算機根本做不到的事。谷歌說，他們的機器用200秒完成了一項計算，而世界最快的超級計算機 Summit 需要1萬年。這消息一出，全世界都炸了。自然雜誌發表了他們的論文，各大媒體頭版頭條。谷歌 CEO 桑達爾·皮查伊把這比作萊特兄弟的首次飛行，說這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故事還沒完，就在谷歌宣布的幾天後，老對手 IBM 跳出來了。IBM 在博客和論文裡直接開懟，你谷歌說的1萬年根本不準確，我們算過了，用傳統超級計算機加上2級存儲技術，2天半就能完成同樣的計算，而且保真度還更高。這下可熱鬧了。IBM 還說，谷歌的實驗用的算法是故意降低了傳統計算機的智商，拿最笨的方法來對比，有點不太公平。而且 IBM 提出不應該用量子霸權這個詞，應該叫量子優勢，因為霸權這個詞容易誤導公眾，讓人以為量子計算機在所有方面都能碾壓傳統計算機。那真相是什麼？其實雙方說的都沒錯。谷歌確實做出了突破，證明了量子計算機在特定任務上能超越傳統計算機。但 IBM 也對這個優勢沒有谷歌說的那麼誇張。如果按 IBM 的算法，量子計算機大概快了1000倍左右。聽起來不如1萬年對200秒那麼震撼，但1000倍也已經很驚人了。關鍵是谷歌選的這個任務——隨機量子電路採樣，本身就是專門為量子計算機設計的，沒什麼實用價值。就像你發明了一種新運動，然後宣布自己是這項運動的世界冠軍。技術上沒錯，但意義有多大，這就見仁見智了。中國這邊呢，2020年底有個大新聞，中科大潘建偉團隊造出了光量子計算原型機9張76個光子，通過高斯玻色採樣實驗，證明了量子計算優越性。處理同樣的樣本，9張只需200秒，而超級計算機需要25億年。這是第2個被驗證的量子優越性實例，而且是在不同的技術路線上。2021年，同一個團隊又推出了超導量子計算機祖冲之2號，重複了谷歌的工作，還做得更好。這讓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第2個在超導體系實現量子優越性的國家，也是唯一同時在光子和超導2種體系都實現量子優越性的國家。到了2024年12月，谷歌又放大招，推出了新的量子芯片 Willow， 有105個量子比特。最大的突破是在量子糾錯上，量子比特越多，錯誤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這打破了量子計算最大的瓶頸之一。谷歌說，同樣的任務現在需要10的25次方年才能用傳統計算機完成。這個數字比宇宙年齡還長得多。但這裡得說清楚一點，量子計算機不是萬能的，它只是在某些特定問題上有優勢，比如大數分解、數據庫搜索、量子系統模擬。對於日常的文字處理、看視頻、打遊戲，傳統計算機反而更快、更穩定。所以未來不是量子計算機取代傳統計算機，而是兩者各司其職。那量子計算機能幹什麼？最實際的應用是藥物研發。現在研發一種新藥，需要模擬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對傳統計算機來說是天文數字的計算量。
但分子本身就是量子系統，用量子計算機模擬就順理成章了。有人估計這能把新藥研發周期從10幾年縮短到幾年。還有材料科學，想設計更高效的太陽能電池、更輕的航空材料、更持久的電動車電池，這些都需要在原子層面理解材料性質，量子計算機能幫大忙。金融領域也看重了量子計算的優化能力，投資組合優化、風險評估、期權定價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在巨大的可能性空間裡找最優解，正是量子計算擅長的。但最讓人擔心的還是網絡安全。前面說了，索爾算法能破解現在的加密體系。雖然現在的量子計算機還遠遠不夠強大，但10年、20年後呢？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研發後量子密碼學，就是設計新的加密算法，連量子計算機都破解不了。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已經在2022年公布了幾個候選算法。這是一場未來的軍備競賽，只不過戰場在算法和芯片上。量子計算機為什麼這麼難造？核心問題是量子退相干。量子比特太脆弱了，和環境有一點點相互作用，量子態就崩潰了。所以量子計算機都得在接近絕對零度的環境下運行，用超导材料真空系統把量子比特保護起來。IBM 的量子計算机看起來像個巨大的吊燈，那是多層制冷系統，一層层降溫，最底下才是真正的芯片。還有就是量子糾錯，量子比特很容易出錯，怎麼辦？得用更多的量子比特來糾錯。理論上可能需要幾千個物理量子比特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邏輯量子比特。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在拼命增加量子比特數量，但真正有用的量子比特還遠遠不夠。現在量子計算到了什麼階段？科學家把它叫做 NISQ 時代 （Noisy Intermediate Scale Quantum），噪聲中等規模量子。意思是我們有了幾十到幾百個量子比特，但它們很不穩定，錯誤率還很高。這個階段能幹點什麼呢？主要是探索，看看哪些問題適合用量子計算機解決，為將來做準備。IBM 計劃到2030年實現1000個邏輯量子比特，那時候才能說量子計算機真正開始有實用價值。谷歌的路線圖也差不多。中國的目標是在“十四五”期間突破50到100個量子比特，並在若干領域實現量子優勢。說到底，量子計算現在還處於嬰兒期。萊特兄弟1903年飛了12秒，但真正的商業航空要到幾十年後才出現。量子計算也一樣，現在的量子霸權實驗更多是證明這條路走得通，距離實際應用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這條路值得走。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飛躍都伴隨着計算能力的提升，從算盤到計算器，從電子管到晶體管，從個人電腦到超級計算機，現在輪到量子計算機了。它不會讓你的手機跑得更快，但它可能幫我們找到治癒癌症的藥物，設計出清潔能源的新材料，理解宇宙深層的奧秘。量子世界很詭異，疊加態和糾纏態違反我們的直覺。但正是這種詭異給了我們超越經典物理的計算能力。1980年，當貝尼奧夫寫下那篇論文時，他可能沒想到40多年後的今天，谷歌、IBM 中國科學家們真的把量子計算機做出來了。這個故事還在繼續，下一個突破會是什麼？可能是更穩定的量子比特，可能是新的量子算法，也可能是第一個真正改變世界的量子計算應用。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時代的黎明，而這一次，中國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甚至是領跑者之一。從費曼那句"自然界不是經典的"開始，到今天谷歌的 Willow 芯片，量子計算走過了漫長的路，前方還有更長的路要走，但至少我們知道這條路是通的，這就夠。